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前民进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从老共昨天突然宣布要围台军演以后呢，那今天好，那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重点是，老共真的有实施不管是飞弹、火箭的一些的射击吗？如果有飞越过台湾吗？那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射的话，那落点大概在哪一些的地方？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反制措施又是什么？包括我们的第一级设定假想到底在什么样一些的地方？当然你也看到在媒体上面，当老共有释出说有没有那个飞行员，然后旁边是个中央山脉那种感觉的时候，然后包括无人机看的是101的时候，那国防部也正式释出一些，包括这是真的还是 AI 生伪所做成的，那还是B3研的一些监视系统呢？所有这些，因为这是认知作战的一环，对老百姓的民心来讲的话，当然会有相当的一些的影响。那你也看到赖清德总统那坐镇总统府，同时也跟国防部之间保持着视讯，然后也要求大家冷静沉着。那当然，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发表了一些声明，直接呼吁老共说什么呢？让你看一下，来。中华民国政府严厉的要求中共当局应该停止所有的演习，无论是符合其9·2共识、一国两制的任何投降式的行为，都将自取其辱；而认为中国还有善意的任何幻想，也终将破灭而徒劳无功。希望我们国人真正体会到，唯有团结，没有敌人；唯有实力，才有和平。朝野各界一致把中央政府总预算以及国防特别预算严审的通过，国家才有实力，社会才会团结。好，你听到行政长卓荣泰卓院长的喊话，当然老共大概不会理这样的喊话，可是重点当然是希望我们国内大家一致。当然今天呢在立法院一样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第5度的封杀，那蓝营当然有一些说法，可是在所有的民众在这个节骨眼上面，老共军演的时候，那是不是特别的一些人敏感呢？好，那我们就要回到对老共来讲的话，今天到底他们说今天开始实弹射击，到底做了哪一些？来，一善，他到底好，他们的远程火箭射到哪一些的地方？有飞越过台湾上空吗？在所有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国防部长顾立雄，媒体上报道说，那顾立雄坐镇衡山指挥所，所有的一切，那也要让国人知道。没错，中共这一次的叫做正义使命啊，这名字取得真的不好，联合利剑比较好啦，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难记。2025年的围台军演行动啊，其实它每年都会来个1、2次啦。那这一次的围台军演行动，大家看大面积的范围哦，当然不是真的所有的地方都围起来啊，因为所有的正常船只还是进行的正常的一个疏运的工作。台湾的附近的海域也非常多的船只，非常多的航空班次还是照常飞行，但是呢，经过了36个小时，为什么说36个小时呢？因为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它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晚上6点就已经结束了。从昨天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6点，正式官宣结束这一次的军演，总共36个小时，影响了941次的班机跟10万名的旅客遭受到影响。除了这个影响之外呢，它当然会做相关大的一个相关规模的一些所谓的扰台的动作啦，包含军机、军舰，而这些军机、军舰的扰台它的规模其实仅次于去年的联合利剑 B 的行动，所以它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包含它在这个1的范围，就是台湾的东北角的这个范围，它总共有主辅战机总共24的架次另外在2的这个范围就是海峡中线这个范围，它有所谓的主辅战机60架次的跟无人机的这个60架次，总共有44架次，它穿越了海峡中线。但是我们对于海峡中线这部分，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实际的防御范围，比较实际的防御范围是这个虚线，大家看到的所谓的24的海里，而实线的叫做12海里嘛。那我们进入了到我们24海里，我们一定进行所有的驱赶的动作。所以他们
基本上都绕的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的外围跟24海里的外围在做他们的军事演习哦。那第3个区域就是所谓的东南部的地方，总共有主辅战机跟无人机42架次。然后在第4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东南角这个地方，大概主战机在4个架次啊。另外比较特殊的是，这个所谓的空飘气球，大家看到这个5的部分，它就有飞越过海峡的中线，甚至逼近到我们的24海里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战机，它叫做这个空飘气球。而空飘气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从5这个地点，我们侦测到之后，到了这个5的这个虚线这个地点5虚线的这个地点降落下来，到底里面载了什么东西？可能要国防部去海捞之后才会发现它里面到底是放了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一些相关的侦测设备所以他们做了这相关的演习的数目跟大家报告一下。另外在今天的早上，他们也做了一波的实弹射击这个实弹射击的落弹范围大概就是位于我们24海里的周边左右所以他们也说他们实际命中而且精准命中目标但是炸了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画面是它炸了海面所以他们的精准目标可能是鱼我们都说它是炸鱼式的演习嘛，所以炸鱼要配薯条可能炸了死了不少鱼，所以他们命中了不少鱼的目标所以看起来也没有对我们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实弹式的攻击，只不过是中了他们炸了相关的海面上面的，所以它还是维持在24海里，就落点应该在我们的24海里之外，还没有进到所谓的24海里之外啦之内啦。所以可以看到顾立雄他其实从昨天到今天都在所谓的这个国防部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里面去作证，但是网络上却宣传说顾立雄请假请假就算了，说你请假就算了，还说交通部长代理拜托好不好？要至少也是次长代理嘛，不然也是参谋总长代理怎么会是国防部长来交通部长来代理所以这个网络上的谣言大家都不要去轻信还有一个网络上的谣言说我们拍到了101是无人机拍到的，而且上了他们的央视那个是 AI 深伪制造出来的。所以整个中共这一次的所谓的军事演习跟过去一样，他们重视的是所谓的宣传的工作了，要跟所谓的台湾里面导致这些相关的恐吓跟对台湾的民心，导致希望你们可以投降可以和平这些的言论都是他们想要获取到的言论，就是让你们台湾人害怕，让你们台湾人不敢去备战嘛，这才是他的目标。所以他们这次的所有的作战目标还针对的就是美国的3500亿的这个对台的军售嘛，因为这个国务院前阵子才刚通过了这个要对台军售的3500亿，这个除了中共针对这些相关演习的目标，包含是海马4的火箭弹，是不是未来如果台湾采购了这些相关的这个作战的设备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去因应跟破解嘛？这个也是他们这次军事演习的目标嘛。但是国防部这个国务院通过了这个3500亿的要对台的军购，但是你现在立法院里面军购案所谓的这个1.2兆的军购案还是挡在立法院里面。今天第5度的的阻挡嘛，已经第5度，而且是在军演的时间，军演还在进行我们的程序委员会第5度阻挡了1.25兆的军购条例，而且不是预算是条例而已，连副委让到委员会去讨论都不去讨论，所以我要严正的谴责立法院的这19名的程序委员会，当然9名的民进党的程序委员都是支持说应该要赶快复委嘛。国民党有9名，另外1名叫林国成，直接点名民众党的程序委员，为什么特别点名他？民众党今天还去跟赖清德提告说拥抱习近平，我们根本没有拥抱习近平而你们今天在程序委员会再挡一次军购预算，这不叫做拥抱习近平，承认他们的所谓的军事行动，而不敢去做任何的反抗跟军事采购，是对的事情吗？所以这一次程序委员会的19名的程序委员，除了民进党的9名之外，包含国民党的9名立委跟1名的民众党的立委，你们是不是应该跟全国民众说明，这些军购预算为了防卫台湾的军购预算，在军演的时间，为什么你们还第5度不送副委进立法院里面去做审查？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全球都在关注老共这一次的军演，因为这次突然就宣布要做一次的军演，而且是在2025的岁末年中，用一个名字叫正义使命的2025 ，OK， 那所以大家关注
注，包括全球会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海峡真的战云密布，真的兵凶战危的感觉了吗？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还是一样照样的生活，股市照样，然后你该做什么都要做。可是大家盯着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担心演习擦枪走火那一块，第二个也担心老共会不会突然之间由远转战。然后，因为还记得吗？俄罗斯跟乌克兰那一次过程当中，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全程要去盯着，要去控着。你也看到，包括海巡署呢，包括管巴的海巡署也发了一个照片，就是我们的海巡舰、海巡艇跟老共的海警船对峙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画面，大家全部都要全程盯着。好，那这样的一个盯着，我们就回头来看，就是第一个，大家说老共现在用的叫蟒蛇战术，蟒蛇战术大家知道，蟒蛇如果要吃人，一定要是缠着勒着，到最后勒死以后才能够下手。老共现在是把我们这样一路慢慢越包越紧，这样模式吗？好，那我们的反制的方式又会是什么？在过程当中，老共的那个海报，昨天在节目里面的时候，任俊有秀老共这次的一些海报，对他们的海报做得很精美，对，没有错。他们的那个盾牌上面有一艘是我们的船，是班超舰。然后呢，乌鲁木齐老共的乌鲁木齐舰就说被我们的班超舰雷达锁定，还记得吗？在前一阵子，日本跟老共之间，为了老共去锁定日本的飞机，两边闹得不可开交，因为这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锁定你，下一刻我可能我只要一动，我就直接把你打下来的那种感觉，没有错。所以这些对于大家来看的话，大家会说，那中间所发生的这些，那老共的蟒蛇战术，我们要怎么样去运？这一次让大家看到一个我们的 F-16V 的那个狙击手加仓，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媒体上还有另外一个报道，187公里以外锁定你所有的这些，它到底有多厉害？是好，一样一样来哈。先从蟒蛇缠绕的战术开始。这刚刚一山你拿出来的这个图片，这一次的风控的这种禁止区的部分哦，其实你会看得到说，老共这一次的做法，它它有一个特别的名词，这一次特别讲出来的，在中方那边，它讲叫做多方这个绕行。老共这一次的做法，它它有一个特别的名词，这一次特别讲出来的，在中方那边，它讲叫做多方这个绕行，就是从各个方向绕进来。OK， 好，就这边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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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词是过去他们没有用过的。所以那个说法大概就是很清楚的了解到说，老共未来在所谓的围台封台的思维，四面八方而来。那相较于过去几次，不管什么雷霆海峡啦，什么这个联合利剑，我觉得老共也很辛苦啦。光每次要演习，第一件事要先想一个响亮的口号。这次讲的是正义使命。那不管是你会发现这一次越来越靠近。我觉得这确实是要注意的，因为像譬如说这一次的南边，我一直在讲南边这些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其实已经几乎逼近俄兰比了。媒体上有一个报道说，俄兰比南方5海里大概是9公里，对，9公里很近。5海里的这个真有其事吗？精准的讲法应该这样讲，它画的地方，画到5海里，就是直接画到你不是领海不是刚刚讲的毗邻区是直接画进你的领海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南边确实是这个如临大敌，戒慎恐惧。但是实际上发生，我待会会讲那个24海里，我们就基本上就把它驱逐在外面了。不是西南的部分，就是那个班超大战乌鲁，班超克服西域的这个部分那但是他画的这个是很近的，这是过去少见的。它包括东边也是，它其实都画的越来越靠近我24海里的这个毗邻区，甚至画进来。所以代表什么？老共的这种所谓蟒蛇缠绕，它是一步一步的紧缩，试着看你紧缩到24海里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12海里的时候有什么反应，这是直接给你切到5海里，那看你会有什么反应。这是他的，我觉得他在由演转战的过程当中，步步进逼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那确实啦，但是我还是觉得老共这一次在这个短短的快闪军演当中，最让人应该讲耳目一新嘛的是他的海豹行动。昨天是不是海豹特种部队？不是那个海豹是这个海豹，是这个海豹。昨天不是来了一张是那个是昨天是盾牌嘛？今天又来一张正义之锤。昨天那个盾牌盾的是那个班超舰嘛？对，今天正义之锤就在讨论下面这个卷毛是谁。这个话怎么样？那有人讨论半天，大概
最大公约数认为是沈伯洋啦，就是一个卷卷的，然后戴着眼镜的脸，哦，大家最大公约数认为是沈伯洋，这么大一个军演，然后海报。目的是沈伯洋，就是沈伯洋不是一直被他认为是要这个长臂管辖境外通缉的人嘛，就是这个，所以这有可能就我只能讲说，老共在这一次的海报行动当中花了不少的心力。你看今天的叫正义之锤然后喊出什么要这个封港断线，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次我觉得过去2个礼拜，与其说中国在解放军在做集结，更多是在做海报行动。那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你也不得不承认，他这一次的这个刚刚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7枚，好像是7枚的这个应该是 PCH 的191的这个火箭弹，就号称陆版的海马斯。陆版的海马斯，我大概落点都在第1区、第2区这边，但是。我们当然是精准掌控，但是也一样，我觉得就客观的讲，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它落在24海里周边那国防部没有正式公布以内以外，那区域可能是在这个整个大的区域当中。可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它如果可以精准的控制在24海里，那代表它在打击的能力上面。相较于过去几年，可能是有所突破的。那当然是远程火控，那也就是烟火放完，7枚放完就没有了。那这个是我们这其实就如果它的那个落点是东落西落，前后差了10海里多少海里，那也许还表示但是如果他能够说，因为他也知道24海里，对，那大家某种程度是一个大家各自的一个默契的地方，对，没有错，所以他就只能落在，如果他能够很精准的落在24海里周边，那代表他的，其实我们也要担心这一块。对，我觉得这个要国防部要特别注意的，因为为什么？刚刚5哥讲到，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2022裴洛西来那一次，裴洛西来那一次的话，其实你看这一块都空了，这个我待会再来讲。这一块本来应该有一块，裴洛西来那一次在这边也有一块，可是飞过去的那一块，对，结果2颗打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去了，弄得日本非常不爽啊。中国也觉得想说，奇怪，我的导弹怎么打得这么不准？其实那件事情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后来习近平清洗火箭军的源头。就是你花了这么多钱搞这么多导弹，怎么打得这么不准？打得这么不准，打到人家日本，然后日本里面去弄的对，所以其实你看，那这一次代表什么？我觉得从客观来看，它是有进步的。不过我还是要这个非常非常称赞我们的国军。怎么说呢？其实在这30多个小时的这种互动当中，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叫做这个什么封港断线，可是说实在的，他连港都靠近不了，就被我们驱逐出去了。这个就是今天郑和号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不是那个班超号，郑和是我做过的。班超号的故事班超号这个是很精彩，他就在刚才讲那个西南海域，应该就在恒春这个西南边这边的海域，他跟乌鲁木齐舰在24海里周边遭遇之后，你知道这种军舰之间，我就是不让他进来，我24都不让你进来，连我们家的围墙都不能靠近，所以双方其实是有迂回这个去这样迂回的互动跟周旋的，而且这周旋从白天周旋到晚上，周旋到凌晨，那这乌鲁木齐号实在受不了了，一直被这样子这个排除掉，所以他后来直接就用这个无线电。就直接指控我们的这个班超号，说我们用那个火控的雷达又锁定他了，这样子的行为是这种不这个违法的行为等等，他要如果不撤退的话，他要这种进行合法的对抗。问题是你是在我24海里的线上，你是进到我家门口，所以我用火控刚好而已。那几次交旋之后，乌鲁木齐号还是这个摸鼻子，还是走了。就是基本上你会看到说班超号。基本上在这个西南海域上面对乌鲁木齐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过程当中其实非常成功的所以大家那个网友才会说这个班超嘛，以前是班超是这个投笔从戎，然后威震西域嘛，你就派一艘乌鲁木齐来，不就是摆明要给班超打吗？但是我其实要讲因为。这个乌鲁木齐，对不起，班超号是派里级的，那我搭过那个成功级的，就郑和舰一样，基本上2个的配置是差不多的他们上面都有配置熊2、熊3，的这个飞弹的这个部分，熊2、熊3的这个地方那你要知道熊2、熊3那时候我们在郑和舰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远远的是有看到老共的军舰看到我们掉头就走，然后我后来问了一下，他们说其实熊2、熊3的打击能力。是老共非常非常忌惮，所以包括这一次，刚刚我们讲说他恒春靠这么近，你看我们那个海风大队
那个就立刻把那个雄2、雄3的那个海风大队那个飞弹车直接给你开到恒春那边，直接对准着。就是你如果敢轻举妄动，我不是只有班超舰在这边而已，我那个雄2、雄3也可以直接就出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在整个固守的范围内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其实所以这次的军演不只是老共军演，我觉得某种程度也看到台湾在整个防卫能力上面的强化。特别是这个，对，哇，我觉得这张图哦，回去会让中共的空军恐怕要重新的灰头土脸的盘整。这一张是我们的 F-16V 的这个所谓的夹弹舱，哦，它的狙击手夹弹舱，它拍到的中共的歼16，哦，那特别锁定这边是它的那个它的引擎弹舱引擎跟弹舱这边，也就是说我拍到了图，我还可以锁定你，而且重点是歼16浑然不知，你就被人家拍下这张清晰可见的，绝对不是那个101的模糊的图哦。那这个夹弹舱厉害在哪里 ？F-16B 这个部分，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就是刚刚武哥提到，第一个，它的平行的这个这个夹弹舱的这个狙击范围。这个锁定范围是187公里。我们开玩笑讲，简单讲，你如果在台湾东部，在花莲或台东起飞，我是可以直接抓得到你在西部的飞机的。187，台北都可以快要到，应该到彰化或云林了吧？我是可以直接抓得到的。好，那如果是垂直高度的话，照这个美军公布的资料，它是15000公尺，也就是说，我这个夹弹舱望射下来是可以。直接到这个地面上看到车牌，是可以锁定这个车牌的。所以你看，这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武力哦。那你要知道 ，F-16V 加上这些夹弹舱，都是在这几年美国政府跟美台之间军售的更新的新型武器的当中。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军演对抗，不能讲军演对抗，就是这种对于老共军演我们的固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夹弹舱 F-16B 夹弹舱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说我今天锁定了之后，我不见得是透过 F-16V 哦，对不起，夹弹舱跟刚那个火控雷达对有一个差别，对，火控雷达你锁定了，对方是知道的，对方是知道的，所以才会有人家气呼呼来跟你讲，所以才会有日本跟老共那一次，老共一锁定，然后日本就出来说这是严重挑衅行为，对，而且不要忘了，老共是跑到人家日本那边去锁定人家，被日本抗议。今天他是跑到我们的那个毗邻区。被我们锁定，还跟我们说你怎么可以锁定我？其实这个蛮丢脸的。火控雷达锁定会知道，但是 F-16V 这个锁定是不知道，这个是不知道的，这个是无声无息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沉默的杀手。而且你锁定之后，当你发现的时候，飞弹已经来了。而且这个 F-16V 的夹弹舱还有一个状况是，它不见得是由 F-16V 来发射，我可能夹弹这边的讯息，我可能是回传回去。我如果今天不是要打歼16，我如果要打是别的东西，我可以我不对称战力可以不要耗费这么大的飞弹，对我可以下去转回去，由雄2、雄3上去。我的那个作战是一体化的，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在国防上面不断强化的。所以其实啊，我反而觉得这一次中国的军演，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个威胁，可是某种程度其实看到我们国防实力在这几年不断的增长跟强化，而这个增长跟强化。最后一段其实是应该要最后1里路啊，其实应该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炮。我不知道武哥们知道，昨天不是有一个画面，有一个画面是船，对，中国的那个什么记者，所以还有他们的这个军人在那个船上面讲说，我们要针对海马斯火箭最近什么样的攻击，请示核准就做。所以可以想见，中国这一次的这个主要的军演的假想敌之一是海马斯是我们的海马斯火箭。我们国防实力在这几年不断的增长跟强化，而这个增长跟强化最后一段其实是应该要最后1里路啊，其实应该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炮。我不知道武哥们知道，昨天不是有一个画面，有一个画面是船，对，中国的那个什么记者，所以还有他们的这个军人在那个船上面讲说，我们要针对海马斯火箭最近什么样的攻击，请示核准就做。所以可以想见，中国这一次的这个主要的军演的假想敌之一是海马斯是我们的海马斯火箭。海马斯火箭就跟中国这一次从平潭现在这边过来的那个PCH191一样，它的陆版海马斯嘛，大概300公里这样子的距离。
那为什么中国对这件事情这么忌惮？因为海马斯是有能力源头打击的，有能力精准打击的，在俄乌战场上面都已经清楚了，在被乌克兰实践了。那这一次我们到现在只收了11套，这一次美国111亿美金的军售还要再卖我们82套。OK， 想想看哈，如果中国这一次暴露出了他对海马斯的一个惧怕，这不是我们应该在军售过程当中更应该积极、赶快采购、赶快补充，然后来强化我们整个的这种防卫的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动作嘛？所以还是呼吁回来看国防预算的通过，其实从这次的这个经验来证实，其实非常重要的。OK， 当然在过程当中要提醒大家一点，你绝对不要小看老共的军事实力，能够在全球排名，现在一般排名老共应该可以取代俄罗斯，可以排到第二了，他已经排到第二，而且跟老美之间的差距，大家也都承认，他跟老美之间的差距是日渐在缩短。美国每一次现在只要是他们的五角大厦出来的一些那个报告啦，或者你会看到有很多这样说啊，老共已经超越他们哪一些部分或什么什么。当然有人说那是要预算啦或什么，但不管，你必须正视老共确实在军事实力上面确实是大幅提升，跟以前96台海危机什么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要释出包括 S6V 那个夹舱这些的话，也是要告诉老共，我们也在提升我们相关的，总是要让国人知道，我们这么多年一些努力，总是要在保卫自己之上，我们还做了一些我不知道这是冥冥当中的一些巧合吗？对，汉朝最有名的2个出使的，一个叫班超，一个叫张骞。对，然后呢，后来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郡。没想到就碰到乌鲁木齐，好吧？我不知道这冥冥之中，大家就是会这样对到。你说你谁不好对，大家就是这样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要去这样对的。可是总是在演习之下，不要出现任何擦枪走火。就像赖总也特别跟国防部讲，大家冷静应对，让整个演习让全球这样盯着。好，可是有很多东西你还是要在乎这些嘛。刚刚一开始跟观众朋友介绍，那3哥赶到我们的现场来 ，Thank you， 大家好 ，Thank you。3哥待过国防外交委员会，对。刚才大家讲这几天一直有一个名词，从以前到现在都是24海里、12海里，然后包括为什么大家这么在乎这些？刚才讲已经离我们南边他划定那个区域到我们5海里了，大家怎么可能到5海里？那是9公里，离荷兰比多近？那可是那是他划定一些区域，24、12，大家这么在乎是包括今天媒体上有一个报道，国防部有界定说，如果老共超过12海里，就算第1级。对，那我们可以记得，而且第1级以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第1级要由谁下令，是国防部长、参谋长，然后要由谁下令。今天还有一篇报道是说，如果要是到第1级的话，直接授权给10大战略单位，也就是说第一线的人你就自行判断，那就是第1级。对我们来讲的话，大家会在讲说，因为如果你坐在家里等着第1级或第1级的时间判断或命令判断在等。那有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等，他一定有他的一些的道理。刚刚讲到这个作战，某种程度资讯作战、认知作战都在这里头。那个什么，我们的101大厦，然后一个无人机拍的那个照片，跟大家解释好不好？外交国防承认委员，好，承认委员，来，这个是央视播出来的，说我们有看到这个，我们已经成功的可以拍到101啊，要做一个假象，让人家觉得说共军已经在台湾上空盘旋，或者是他们有什么哈佛望远镜之类的在拍，那实际上呢，已经被网友揭露啊，这个是台湾的监视器啦，这个跟他们老公没什么关系。闭三眼的监视器。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刚刚提到大家很关心的这个第1级授权啊，不过我仔细去了解一下哈，我觉得这个说法我还保持一点，我来解释给大家听。过去都讲第1级，那其实我们顾立雄国防部长啊，其实有讲过说，我们从来没有第1级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要反攻大陆嘛。我们的问题不在第1级，而是在所谓的什么时候启动防卫权。就当你已经开始侵略我们航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何时启动自卫权的问题，没有第1级的问题。那但是呢，今天呢，根据着这一次共军演习的范围，国防部已经有出来讲说，我们授权第一线依交战规则应处。很多人就把它解释成，包括媒体啊，他就把它解释成说，有10大单位看到欧亚的当亏钱。但是呢，他其实我去看他里面的那个字里行间呐，他的发言其实是这样子讲，他说我们授权10大单位依据这个战略的交战规则，好有一个授权举证。那授权举证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这个 authorization matrix 它其实是干嘛？你知道吗？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画一个
方形，上面有写各个单位的名称，然后下面有写对方各个单位的名称，他做了什么事，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事，他给我们喷水，我们就可以喷水啊，他如果拍照我们就可以拍照他们，他们锁定我们就锁定他们。那至于这举证上面有没有写第一级是问号哦，所以我说我不能够这样子判断说，在第一线刚刚被叫回去的兵哥手上拿着枪，不知道要不要开，没有那个画面，那所以我只是在解释，那有没有可能里面也真的有第一级授权？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没有讲清楚。但这个我们必须要让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说这个叫做点线面，点对点，线对线，面对面。好，面对面就是这里。好，点对，这个要笑，这个要笑。好，要笑，谢谢。点对点的意思就是他做什么事情，我们跟着做什么事情；线对线就是他们如果海空做什么事情，我们跟着回应什么。那确实在每一件他们做的事情里面，我们都有相对应的方式。就他在军演，我其实也在军演嘛。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出意外，不出意外是整个军演里面我方希望达到的最优目标。那如果说从军演演变成战争，因为他们现在重训变演或重演变战的时间因为现代科技的关系，大家评估会越来越短。但是不要忘记，俄罗斯从训变演从演变战花了多久？花了至少1年。我们还不讲政治上公民投票承认乌东独立等等，那花了1年，而且他们是陆地相邻。所以呢，他们的确时间变短，但他还是需要很多时间。那来到这一次的军演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他们有没有出乎意料的事情。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那另外一方面呢，从2022年开始他们就有这个所谓围台军演。但是今年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特别，过去都有围的地方，今年没围。我们可以借一下王大哥的这一张，你看过去这个地方都有围，这一次都没围就是宜兰右边，对，右边你知道我们评估为什么他没有围，你知道吗？他怕擦枪走火，但他的对象不是台湾，我们右边100多公里有一个小岛叫做与那国岛，与那国岛上一次的新闻是什么？是小泉金治郎自己飞过去然后跟他说我们这里要布防空飞弹咯。所以为什么前3次都有围大家如果还记得联合利剑 A 还有利剑 B。那个时候都有围那一块今天没有围为什么？因为与那国岛，所以这证明了什么？你把自己做好武装，他连过去都不敢过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一定都要跟大家分享作为林非凡是那个小菊叔的爸爸嘛生父嘛我是小菊叔的阿公我当时在立院期间的时候质询，这是我第一次包含政府绝不投降这件事情。它其实背后围绕一个战略，就是中国要如何打我们的战略，我们要如何反制。台湾要是被中国拿下来，以战争方式拿下来，其他的什么投票啦、什么挖哥的不算。台湾要被中国以战争方式拿下来，只有一个路径，而且唯一的路径就叫做围孤降。他要把我们围住，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围台军演的原因。为什么他要用蟒蛇啦然后什么越逼越近这一些话？因为他一定要先围住我们，围住之后，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水电粮能源等等的脆弱会开始浮现，人心会浮动。那到第二步呢？围完之后要干嘛？要孤立就是美国、日本、韩国，你讲得出来的国家都不来啦，全世界都不来啦，全世界都来然后我们变成孤单，然后接下来就进入绝望。绝望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可以登陆作战等等的。但是就算开始作战了，我们还有抵抗能力嘛，所以他要打下台湾的必要条件就是投降。那么我刚刚讲点对点、线对线、面对面。然后这个围孤降这件事情，我们有所反应？有。第一个赖清德出来讲，政府绝不投降。小菊叔针对降的部分，孤的部分，你就是要不断的跟大家去这个交朋友，提升国际地位。尤其是今年，过去我们在跟美国的这个国会，你就可以听到台湾保证法、台湾关系法、台湾等等的法案。那今年呢，这个高市早苗，你要说是送上大礼也好，或者是送上中国的威胁也好。讲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就是防止孤立的一个最有标志性的做法。那至于围呢，我们有很多战略性的武器是需要再加强的，包含我们的国建国造、国机国造等等的。我们要如何在它围堵我们的时候，能够打开一条活路？其实与那国岛战略布置是这样子，因为未来如果我们跟阿拉斯加进口能源天然气的话，那右方的出口就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它的围台并没有针对到我们的新型的能源补给路线，下面有了不过那个打起来的话，一定包含南海也都乱七八糟了嘛，你要绕菲律宾、绕印尼等等的以上就是专业承认国防外交立委委员的报告。OK， 上公听了满意吗？承认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刚才进行的报告，除了刚才 Thank you 所讲的那一段的那些过程里面。
还有一段，上公等一下也帮我们家来解释这一段，因为刚提到海马斯火箭嘛，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那我们能够直接从这个地方，说实话，再远它可能可以到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去 ，OK？ 所以大家讲这是某种程度的不对称战争的一环。你要绕菲律宾、绕印尼等等的啊。以上就是专业承认国防外交立委委员的报告。OK， 上公听了满意吗？承认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刚才进行的报告，除了刚才 Thank you 所讲的那一段的那些过程里面。还有一段，上公等一下也帮我们家来解释这一段，因为刚提到海马斯火箭嘛，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那我们能够直接从这个地方，说实话，再远它可能可以到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去 ，OK？ 所以大家讲这是某种程度的不对称战争的一环。可是，在老共那个海报里头，它那个里面有船，然后有包括我们国籍的几家轮船公司，然后代运的一些。那这几天观众朋友，那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包括你看到战车在路上，你看到我们的海风大队的那飞弹发射车在路上，那就告诉你说对方有动作，我们一定要也有动作。那些新闻的释出，一定是安民心的释出，告诉你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的因应。有一部电影，那个男主角是 Tom Hanks 吗？对，《孤岛求生》那部是 Tom Hanks 嘛，对不对？有一部电影是讲二战的时候 ，Tom Hanks 是演一个美国军舰的舰长。不是。德国那个时候在造成因为整个英国欧陆被围，美国去驰援英国，那是要千里迢迢运补过去。德国那时候用的叫孤狼战术，它的潜艇就是一艘，只要看到所有挂盟军旗的船都打就打。对，是轮船哦，民船哦，全部都打，因为他觉得你就是要去运补英国，所以美国那时候只能派军。那部电影演的是Tom Hanks演一个那个军舰的舰长，要护卫那些船，你知道有多难？因为他没有这么多护卫舰，海上的那些船的那些游轮是很多，他要头尾跑，他要两边跑，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德军会从哪里窜出来。当然现在两岸没有到这种地步，可是刚才Thank you 讲的。要从围开始估到降，当他整个围的时候，他会不会围到把整个台湾围到？因为台湾海峡是包括日本很多国际之间的经济生命线，他会围到让国际之间的生命线都过不了吗？美日会不介入吗？可是如果是我们国籍的轮船，上面带海马斯，如果我们国际轮船上面带譬如有战车或什么进来的时候。老共就跟你讲，我要行使检察权，或是我甚或要直接拦下来。那对我们来讲，那大家就是直接硬干上了，不是吗？因为在这一波演习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中国海警跟环球时报嘛，他们联合就发出来了，也是类似要把台湾围起来，他们号称是执法嘛，号称执法，所以看到这一张就是环球时报。他们公布的海警的要执法，执法，然后里面看到一个“恶猴”两个字，手铐，我们都知道，谁会戴手铐？大概执法者，警方啊，然后军中的话，大概就宪兵嘛，执法者嘛，你就看得到他已经公布这一个画像。但讲一下中国海警啊，听起来是海警，但中国海警局隶属武警，武警隶属军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前面的正常的军事，后面的海警，其实基本上它的最高指挥单位就是军委，军委主席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是谁，习近平。好，所以海警跟军方，你看到他这一次的演习，几乎是有一点在接续性。那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法律，各国的法律是主权的象征之一。他把你围起来说，我要在你周边海域执法的过程当中，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宣告台湾是隶属中国的一部分嘛。否则他根本没有办法在旁边执法，他不能跑到美国的沿岸去执法。所以它是一个宣誓嘛。那宣誓过程当中呢，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张就是他们说要拦截我们海马斯的时候试出来的
其中一张相片，这是卫星拍摄的影像。卫星拍摄的影像，他特别提到说，2024年跟1月跟2025年，2024年是透过长荣，2025年7月是阳明海运。在什么？就是在这一个坦克 M1A2T。我们有购买嘛？号称地表最强战车，美军现役也在用的战车。那当然，你从美国买要运回来嘛。他释出了这一张照片，特别还把你标出来阳明海运，你在。然后另外一个是2025年7月的是阳明海运，这一张照片是长荣海运。长荣海运。那我不晓得其中的关联性是什么，因为今天演习。29号，他宣布演习，美国国防部，台湾的国防部特别释出了画面，就是这一个战车里面的584旅第2批整装，然后试射训练的画面，然后没想到他今天就把这一艘战车的运输的画面给释出来。当然，他释出这张相片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嘛，你用民间商船在运输，他们知道。那未来海马式运输，他们也要拦截登检，就威胁我们嘛。那海马式呢？为什么特别是海马式？海马式又是这一次美国宣布111亿美金的8项的其中一项，而这一项又特别编列在1.25兆的特别预算。特别预算。那当然，你看他们军事演习的时候，他们的福建，他们驻扎福建我记得上一次是海峡雷霆，他们动用的远箱火箭火炮是在浙江。这一次动用的是福建。那他演习给你看。的时候，他很明确的告诉你说，发现海马式目标讯息。OK， 指挥官报告指挥官当场说1炮3炮接收目标，立即发射。所以你看到他也是针对海马式。这一次的军演，在大范围的包围过程当中，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的锁定目标跟我们讲。也跟美国讲，你卖的是攻击性武器，违反3公报原则。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举措也是在跟美国抗议。OK， 老共这一次到底目的所谓何来？有很多的一些解释法，当然就讲说，包括要针对他们的文宣也是这样讲嘛，每次都讲什么针对我们的什么台独势力啊，然后包括所有可能会去来源的一些那境外势力，当然就包括日本、包括美国，所有这些。那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刚讲到，那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军备。刚才一开始让观众朋友看到的是卓荣泰主任长所讲的那几段话，前面当然对老共喊话要停止军演，后面显然就是在国内政坛跟所有的民众所喊话的，包括那不切实际的想法，包括那有投降的一些的行为是不可能的，类似像这些。伯恩跟委员两位在那刚才大家讲的几个重点，第一个1.25兆特别预算这些问题。然后国内当然蓝营长期以来就觉得说两岸之间总是可以对谈嘛，蒋万安的双城论坛才刚结束。那说老共第2天那个围台军演这些，那但蒋万安讲说他谴责这些，可是过程他在双城论坛也讲说，那接触好过抵触，类似像这样一些词。伯恩，请问一下，那现在呢？现在第5度1.25兆，还是程序员没排上去，还是被封杀掉了？可是蓝营也一直告诉你，从蒋万安这次所有这些还是讲说，大家还是要谈，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谈呐。我这样看的哈，我觉得其实。中共的军演，我们当然要审慎应对。当然，但是我认为中共的军演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台湾内部里应外合的势力，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你看这次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军演哈，包括国防部，包括我们的整个国安单位，对于所有的情势掌握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而且都清清楚楚，第一时间所有的情势全部掌握。刚刚几位先进有讲到说，连那个落海点24海里。几颗打了几颗落在哪里，我们都清楚掌握。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就目前来看，
台湾的这个国防实力确实有展现出来。那就民心来看，我以这个民心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来看，就是股市。昨天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28810点。今天呢，实战涉及好，中场好像有一点震荡。中场有点震荡，可是所有的投资专家几乎绝大多数啦，都解读说是因为受到昨天美股的影响，因为昨天美股大跌，好，所以今天我们还收盘还是维持在28707点，整体的成交量大家注意哦，整体的成交量高达4588亿。昨天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28810点。今天呢，实战涉及好，中场好像有一点震荡。中场有点震荡，可是所有的投资专家几乎绝大多数啦，都解读说是因为受到昨天美股的影响，因为昨天美股大跌，好，所以今天我们还收盘还是维持在28707点，整体的成交量大家注意哦，整体的成交量高达4588亿。我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今天台海真的兵凶战危，真的台湾已经一触即发，或者台湾不可收拾，我跟大家讲，股市啊，外资先跑，外资法人跑得比谁都快。这个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还特别出来稳定军心，说他不担心，他说他相信中国不会这样做。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当全世界大家一面倒的在抨击中国、抨击中共，然后都认为说台湾其实面对这样穷兵黩武，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防卫武力的时候，唯一就是我们台湾国内里应外合的力量。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他讲什么？他说赖清德总统挑衅，他说赖清德总统将台湾走向绝路，说兵凶战危，说台湾就是倒了8辈子的霉，才有民进党。他今天整天都在骂民进党，骂赖总统，骂赖清德，没有一句针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军演，这个让我觉得非常意外。这个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啊！这不就是里应外合吗？中国一方面在打台湾，然后台湾大家都觉得需要有更坚强的实力，结果他不但这个阻挡我们购买这个海马斯这个多管火箭，他不但阻止8年1.25兆，他同时还跟着这个中国骂我们。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可怕的绝对不是什么中国的穷兵黩武。我请问，中国穷兵黩武哪一天没有穷兵黩武？数十年来如此啊。可是台湾的这种所谓里应外合的力量越来越不演了，而且越来越夸张。我跟大家讲，今天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宣我们的国防部啊，我们的国军弟兄真的让我们非常敬佩。他除了第一时间守护我们的台海之外，我们国防部今天的文宣也直接面对中国的军演，直接正面对决，直球对决。你看这是我们国家。然后呢，这边画了好几块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军演区我们的国防部做的文宣是说，没关系，你这几个军演区，台湾用什么应对？除了我们的国军弟兄捍卫我们这个台海安全之外，他告诉全世界，我们坚定捍卫主权、民主、自由，刚好把5个军演区全部都遮住。所以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宣，也可以让全世界看得很清楚。台湾我们绝对不挑衅，台湾我们绝对不会挑起战端，但是我们捍卫我们自己的主权，捍卫我们的民主，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是有坚定的决心。那另外让我们觉得很可怕，就是说，今天光是1天之内你看那种中国不是只有这种军演的恫吓，他的认知作战做到什么地步呢？你看这几天。昨天到今天出现多少那种 AI 的影片，那都是假的。然后呢，它里面甚至还有今天我还听到一个讯息，说有国民党的立委说，你看这个多糟糕啊！你看民进党执政之下，他们都已经到了领海基线来了，说他们的军演都打到我们的领海基线来了。我本来今天还不太清楚什么叫领海基线因为这个要问一下这个海洋专家。刚好我们的秘书长徐国勇，他刚好是这个海洋法的这个不敢说权威，但至少也是这个学有专精的人士。
他说海洋基线哦，如果真的打到海洋基线，就真的是可怕了。Yep. 他说海洋基线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海水退潮之后的那条线。请问今天有打到这样子吗？为什么自己的立委要吓自己？为什么自己这个立法委员呢？国民党立法委员这样子来恫吓我们自己的国人？所以我认为哦，我觉得台湾经过这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军演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我觉得台湾的民心其实越来越坚固，可是让我们越来越感到危险的是，中国国民党越来越不演了。中国国民党的路线越来越亲中，中国国民党担任这种里应外合的角色越来越加的凸显，这才是真正的国安危机啊！我也要不要直接回应这一段？包括里应外合，包括国民党不演了，从主席以降，尤其在老共军演的时候，那1.25兆的国防预算，因为今天是第5度没有复委。那这一段会不会像刚才伯恩讲的那一段严重成这样？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老共军演害不害怕哦。老实讲，从裴洛西来台湾之后，然后一连串的这个不断军演，温水煮青蛙，范围越围越多，但大家看起来信心越来越强哦。那当然我不确定信心从哪里来的。先讲一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选择哦。这选择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刚刚其实很多人讨论到，这次老共军演目的是什么？3个，一个当然是针对所谓的台湾的问题，再来就是可能日本高市早苗的发言，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案的，刚刚谈到很多，不管是海马式火箭搭配这个 M57，这个陆军战术飞弹等等，它是一个从防卫性变攻击性武器。那当然从这个原本的这个防卫性武器变成有攻击性武器在里面的时候。那老共会有这样的反应，按照逻辑可以理解吧？我不是说我不是说他这样做是对的，但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吧？所以的确，我们选择就是我们要走这条路。那当然，我们要更坚强的面对他更加频繁的所谓的军演。那我先回到刚刚到1.25兆，回到国民党，我先用国民党最基本的逻辑讲嘛。江启臣今天有讲啊，说这个国防部给了6页的。解释这一些资料，然后就要让1.25兆过，他认为这个资料比较薄弱。然后他其实也有举例哈，包含2019年 F-16V 的2500亿的预算数量跟这个期程是明确的，以及2020年海空战力提升计划2300亿的预算，最后都是过的哦。好，都是过，国民党也就支持啊，就你们讲清楚我就过啊。换句话说，当然你期程跟内容比较明确的时候，我知道你怎么花钱的时候，那当然让你过。那很多人说到现在大家民进党的说法就是说1.25兆条例而已嘛，先让他过嘛，过了之后才可以讨论内容嘛，这已经讨论好几个礼拜了。那我最后这个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我只想在今天确定一件事情哦，1.25兆，国防部6页的这样说明书。所有在场的这个不管是从政人员或民意代表都认为 OK 的，是不是？因为他国防毕竟要增强台湾的军事武力嘛，大前提就是这样嘛。所以他要买什么内容以及后面期程怎么样，我们先框列，我们先增加自身保卫，那后面怎么样再说。如果这样都可以的话，这逻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那1.25兆6页的这样说明书，我支持啊，我接受啊。以后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执政啊。今年的就现在此时2025年12月30号，大家觉得这个 OK 的话，我会记住这一天。以后有一天，如果国民党执政的话，如果我们这样搞的时候，请问一下民进党的立委诸公们，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过吗？回到国民党立场，我点一下，我先这一点我们就直接来，你们可以接受吗？如果要是国民党执政这样6页，我是觉得哈，因为委员他到底了解多少，或者他层级到哪，我真的不清楚。但是我必须讲，不要睁眼说瞎话。我跟大家讲。先送条例过之后，我跟大家讲，那个资料多到比张委员不知道要高几倍高啦。你要多少资料都一样的逻辑。我跟大家讲，重点是你今天如果说我们送到委员会，就是6页，我告诉你，全民骂啊，全民骂啊。事实根本不是如此。我告诉大家，国民党就是不想让台湾增加国防武力，因为国民党走的就是投降。和平，所谓的和平之路就是投降之路，就这么简单啦。没有，过去的军事预算也都过了。好，国民党这当然中间一定会讨论，一定会检讨，没有错，但不是完全让你军事预算都不行。最后讲，我现在讲真的觉得只有6页吗？我现在讲的就是条例的部分，我只要框个1.25兆跟6页说明，我就先让它过，后续我们再讨论怎么花钱。这个逻辑可以，我当然相信进委员会一定有所谓的资料，这我清楚。好，但是问题是你前面我先过1.25兆条例，请问钱我会不会把它花完？
特别预算本来就先送条例，这是程序所以会嘛，花完嘛，所以就这样。这是先送条例，先送条例不表示预算就过。我们立场拜托有点基本常识，我们1.25兆，我们至少要立即在至少一个基本的水准，好不好？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一个逻辑运作方式 OK 的话，那我接受了。哪一次特别预算不是先送条例？你告诉我。我个人接受，就是你把你的所谓的条例跟预算的价格，个人接不接受？这是程序，这是制度，这是法治嘛。我现在很简单，我说你们这一套你们可以接受，那我现在也可以接受，我们就照体制这套啊，我们就这样按照这样。你过去哪次不是先送条例？你告诉我，你旁边就坐一位我们尊敬的，我没有，都是先送条例，都是先送条例。对啊，但过去你要以张启成今天讲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过去 F16V 条例通过不表示预算通过，你知不知道？对 F16V 它过它这个条例它的内容。跟它其实是比较明确嘛，大家知道你要买什么，以及你要增加多少军事国防武力嘛。当然，他在立法院讨论速度就会比较快一些。当然，他最后过的机会也是比较高。那你至少复委大家讨论呢？你为什么不让大家讨论？连讨论都不讨论呢？我最后讲了1.25兆，复委会有很多东西。8年1.25兆，你可以去讨论嘛。我现在要签约之前1.25兆6页，最近台北要车展了，比我买一台车不要在那边6页那边欺骗社会了。我告诉你，那时候在条例的时候要复委，也要多附一点资料的意思。那你前期要先说明啊，大概它期程8年，你要怎么样分配？我是怕你看不完而已啦，不要在那边只有6页啦。你后续都有资料，你也可以口头去跟其他的在野党的立委去进行说明。没有去说明吗？哪一位立委没有去说明？你告诉我。你说国防部没有去跟那些立委说明，没有去说明吗？行政部门没有去说明吗？不要睁眼说瞎话嘛！我这部分我没办法替我们立委。来，委员刚刚讲到国民党的立场这一块，然后因为刚才直接，因为伯文的用字很重，直接讲到你们主张的和平其实就是投降，从郑丽文主席以这样只骂赖总统都不谴责一下老共了，所有这些，这要不要回应一下？没有面对这个军演，其实国民党立场非常非常清楚哦。当然，军演对中华民国是有侵略，是个威胁，这当然是谴责哦。不管是郑丽文主席，包含蒋万市长都是这样子哦。那在讲说内部所谓的中共投入人，只是因为现在的1.25兆的预算的问题嘛？那如果1.25兆按照民进党逻辑，就是说，只要国民党卡的一天。那就代表是中共同路人，那基本上我觉得以后国防预算也不太需要审嘛，因为哪一笔不需要呢？每一笔都是增加我们战斗力，不是这样子吗？按照现在逻辑啊，那我们想要逐项的去进行讨论，它接下来该怎么花钱，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哦。我也没有针对那6页的问题啊。今天民进党对社会大众能讲得越清楚，我们国民党的立场就会越来越薄弱，我们就越来越站不住脚。本来就是逻辑啊。但的确到目前为止，说明最清楚的是什么？是美国人跟我们说的。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防部、我们的总统府到底说了哪些东西呢？到底清楚跟社会大众交代1.25兆该怎么花吗？总统又亲自跟你们说国安简报，你们愿意去吗？总统亲自在总统府要做国安简报，请相关国安单位来做简报，你们主席连参加都不参加啊！你们还好意思讲这样的话？你们真的有为台湾在想吗？我刚刚意思是说，其实今天只要民进党说明越清楚，就即便是总统都要亲自跟主席、跟党主席报告说明的话，其实我们国民党立场也会站不住脚。我的意思是这样。Thank you， 直接问一下，来，那时候在外交国防待过，刚讲到那就江启臣副院长啊，媒体访问要讲就6个月，然后你到底要他们怎么过这些？所以今天第5度，好吧？那国民党的立场，当然你看到，包括当然郑丽文主席是说明年开始上半年希望能够跟习近平如果能碰面，访问北京，然后访问美国。然后所有的这些国民党行说，当然就讲说，两岸之间的交流，如果越是兵凶战危，越应该要交流。他们甚或他们有一些人举是，连冷战时期，美国跟那个苏联都还有一个热线拿起来，大家可以讲得到话嘞。他们举的是像这样的一些例子。所有这些好，那因为这2天。那什么，读卖不是有一篇讲说，是不是有一些英党啊？在2018选战的时候，老共有没有借选？这个也变成大家在讨论说，那如果真的假设真的要有这样一些状况，对国人来讲的话，那接下来呢？2026、2028，老共会不动手吗？不，我刚听完2位这个政党的政治人物聊天，聊天，你的聊天跟我们都不太一样。是我坦白讲啊，我好像看到什么，你知道吗？我好像看到一对夫妻，老婆不希望老公离开，老公一回家东西丢着，就在桌上放了一张离婚协议书。你离的啦，某会讲，你还跟我讲我做唔对啥？
啊，我到底是家事做了无够多，还是我出去趁钱，还是囡仔了啊？我顾你顾，啊，你是受到什么委屈，对不对？啊，这个家咱来做伙顾啊。然后翁个讲，无啦，我都要离婚尔啦，无理由啦。我讲唔是啊，啊，我做唔对什么代志，你讲啊，是善啊，是安那，你讲我听啊。啊，翁个就讲，无啦，干那要离婚尔，无任何的讨论的空间啊。啊，你是毋是外口啊？你是毋是外口有迄落啊？有偷食啊？吼，某个就生气啊嘛。啊，那个啊，你哪安尼？我别讲，我哪有偷食？我开始伫遐结巴嘛。啊，这个就蓝绿跟中共之间的关系不是吗？你今天要过国防预算来啊，条件是什么嘛？绝对不会是，我很抱歉讲，但是绝对不会是我们这个蓝营来宾讲的什么哦啊，我1.25兆一定要花光嘛，不是那个问题。今天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他现在这个部分只能够叫做目录而已。你程序委员会完了进去之后，不管是公开的或机密会议讨论，那里面才是真正在讨论细项嘛。你到时候要加减，到时候国民党觉得说我们这个陆上的在陆地上打仗的机会不多，我们要多买一点海军的东西，那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但是你得进去才能讲嘛，绝对没有什么1.25兆写在标题就一定要付，这不存在。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在攻击前瞻预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就把那个8800亿先拿出来讲着，8800亿到今年都还没有花完呢，到今年都还没有花完。所以他们就是打价格战嘛，来个珍珠奶茶，来个营养午餐，差不多就那个意思，我们也都习惯了。但问题是，事情要不要解决嘛？你今天如果说好，翁仔某坐来讲，我虽然即马对你做袂爽，但是为着这个家，阮看阮以后阮两个安怎调整嘛？我们两个要怎么修正嘛？看你是对价格不满意、内容不满意，那总之这个国防预算大家一起往那个方向前进，就是我们两个还要在一起嘛。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从头就是啊，没有你情绪勒索啊，没有啊，那你要什么？问他你要什么，都讲不出来呢。你问他说啊，你是怕我们买太贵？他也没有说买太贵呢。赖清德到立法院一问一答。好，那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处理。好，但问题是赖清德也没有说不要，只是不要一问一答，他没有不去立法院报告。那下一个问题啦，赖清德要不要去立法院，跟我们国防预算的重要性是可不可以比的？那大家就来思考。不过这是国民党丢出来的题目，就是我们不离婚协议是赖清德来立法院报告啊。你如果赖清德不来报告，我就要跟你离婚。你问他说啊，你是怕我们买太贵？他也没有说买太贵呢。赖清德到立法院一问一答。好，那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处理。但问题是赖清德也没有说不要，只是不要一问一答，他没有不去立法院报告。那下一个问题啦，赖清德要不要去立法院，跟我们国防预算的重要性是可不可以比的？那大家就来思考。不过这是国民党丢出来的题目，就是我们不离婚协议是赖清德来立法院报告啊。你如果赖清德不来报告，我就要跟你离婚，我就不签国防预算，孰轻孰重，这个就是要交给民众判断。但很显然的，他们没有打出我认为对我来讲没有打出对应重量的牌啦，就是国防预算。不要说国防预算了，因为这个是这个是增进国防嘛，这个就是隔壁的不威胁我也没必要一天到晚搞这些事情啊。但蓝营的策略是好，那赖清德要进来，但是问题是啊，接下来就很有趣了不管是读卖新闻也好，或者是这个翁小玲去厦门啊，什么大叶元之干嘛的，一大堆人去哈。还记不记得当时自由有一篇报道，就是军购党军购是政习会的前提。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否认。那这个就是花絮了。他没有否认吗？有吗？我以为你们没有否认这件事吗？党军购是政习会的前提。忘记党中央当时说法，但是基本上就是否认了，这个就没有那个3个条件，没有那个条件了，没有那个前提了哈。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子，翁仔某里处理完给用个乒乒乓乓嘛，旁边邻居开始讨论嘛。他们就会说是翁唔对，某唔对嘛。现在读卖新闻也跟你讲你看这边都中国有介选了大家军购还在挡接下来一定鼓励委员会发文嘛，然后接下来就左邻右舍那个三姑六婆就开始利安那哇那问题是大家最后讨论的重点有一个一直没有解开的问题，就是这个老公有没有偷吃啊？就是国民党有没有去跟共产党合啊？因为很明显的，如果这个家庭破碎了，就是因为小三介入嘛。如果今天蓝绿在国安议题没有办法获得共识的话，那一定就是老共介入嘛。那如果不是老共介入，这个有什么好挡的？
今天他们买这些东西是民进党要放在什么北平东路门口做展示吗？一楼要放什么国防博物馆吗？不是嘛？那个是保卫台湾人的。所以至此为止，蓝营的政治攻防在国安这个军购这个案，他只有顾虑到我如何蓝增绿减，但是他没有顾虑到的是对台湾的国防议题，其实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不只是蓝绿啊。OK。非常谢谢最近窜红的两性专家 Thank you 哥，然后非常精辟的一些，非常精辟吧？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比喻了吧？上个礼拜二你也是拿感情没有，但是不是离婚协议书嘛？这个是新的，我们要一直增进自己的。OK， Thank you， 接下来当然你会看到在很多除了真人节目，可能会在很多谈话节目会分析对两性问题。OK， 可是所有这些，那我不晓得上空。你立法院待这么久，刚讲活化石，好了，这一部分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些？可是最近对蓝营来讲，像民政老师当然也有讲了一些习近平怎么可以相信习近平，类似这样的话。郑丽文回的是非常直接，他是直接到他是说呢不值一提，然后不需要回应这些。一般对学者像民政老师这些，大概大家多少听一下，因为毕竟研究两岸这么深，然后大家会讨论一下这些。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大家各自言陈。可是这个样的回应法代表了什么？第一个，郑丽文的个性，他坚持的事情就是自以为是，谁跟他讲什么都没用。你看他到东吴大学是怎么羞辱副教授的？学生提问他是怎么说你是三明治的？然后他不想听到的被质疑的东西。他就说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问，不值得一说。其实你没有发现他这个跟黄国昌越来越像。黄国昌有时候不是回应，就是说谁的话不值得一提，谁的话不值得一说。不是就这样吗？就是说你注意看郑丽文，其实我们就说一句最白一点的话，郑丽文在国民党辈分有什么辈分，声望有什么声望？就在对手以及一堆人，他上节目那种斗争性格，所以希望他出来嘛。我记得我就讲过一个故事嘛，吴敦义跟郝龙斌在选党主席的时候，我朋友就说了一句话嘛：当朋友我教郝龙斌，选党主席我选吴敦义，因为吴敦义可以跟民进党对打，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他上来了嘛。上来了以后，当党主席你就知道一件事嘛，人没有当上跟当上位置会把自己越放越高，然后他还要想尽办法把自己越垫越高，要跟习近平。很多人要问他为什么急着要去见习近平，见完习近平要转眼跟你说他要访美，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嘛，就是要把自己垫的分量要垫得够高嘛。见习近平就表示是一种身份跟分量嘛，就要把自己垫高嘛，就是想把自己垫高而已啊。然后你要去见习近平，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习近平要见台湾的领导人，什么情境下他要见？什么情境之下他要见？那郑丽文凭什么见习近平？国民党形塑了什么情境让习近平要见你？我们不要说条不条件了，你形塑了什么情境？我觉得，郑丽文，我见你一下，我见你一下。当初我们不是讲很多吗？国基法为了谁修法？不是过来的要选举的人的国籍问题吗？请问你，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金门自由贸易示范区是为谁修？为中国要进来修的，要进来修的。然后不是有人提吗？那个继承台湾遗产200万要解禁吗？翁小玲提了，为谁修？不是为台湾人修国民身份证缩短年限拿到，为谁修？不是为台湾人修的，台湾人没必要也是为中国修党军购到底是合理性还是对岸性？对岸的期待。然后你看国民党主席一开始军演，他第一个骂赖清德，你不觉得奇怪？你的每一次表达意见几乎
好像跟中国是合拍同轨，合拍同轨，然后你的做法会让大家觉得就是你很奇怪，你很奇怪嘛。那你说这一块，你刚才在辩论什么军购什么吧？我说实在话，就6页了，这个不用争了，以前特别条例还有1页的，还有2页的，这没什么稀奇的啊，6页很正常，6页算多了，条文只有1页，好不好？条文只有1、2页，6页算多了。那基本上程序就不是这样嘛。国民党所有的东西都是借口，你挡得越久，这个会期挡完了，2月1号开始，然后大家要过年了，接下来过完年开议没几天就3月了，挡到3月，刚好就看到党主席去中国，你会让人家想象太多嘛？想象太多，你说，其实坦白说一句话，请问你，总统来国情报告，然后听完国情报告以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复委。30年我没有看过一个法案要不要排到议程里面复委，是我要不要程序委员要不要排？你要先来我立法院正式报告，然后我说，你报告完了，我可以复委排报告事项院会好交付委员会，第一次听过，也第一次听过有这么荒谬的要求，第一次。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国情报告，中华民国兴宪以来到现在为止，总统修改宪法以后，总统有到过立法院来国情报告过吗？没有。李登辉有到国大，那时候国大还在，把国情报告权移到立法院，没有。最大的争执点每次都在哪里？一问一答。每次争执点都在一问一答，所以台湾把总统国情报告到立法院以来，没有任何惯例，建立不了惯例。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一问一答。OK， 那今天我讲程序是一件很无聊的事，请问你一下，复委完了以后，到委员会，需不需要大体讨论？大体讨论质询要不要国防部官员来，甚至于3军司令哦，甚至于各军总司令，涉及到你要经购的全部来哦。你要怎么问随你便，你要怎么询答随你便。如果国防部部长认为事涉机密，是可以要求主席我们改开秘密会议，大体讨论我们改开秘密会议，讨论完了以后恢复正式会议，我们逐条讨论，逐条讨论，你还有不明的东西，你都还可以问哦。OK， 不是1.25兆这一个数字你不能删哦，你在特别条例你就可以修订哦。你甚至于8年，我说我不爽，我只给你8000万，改成7年，可不可以？可以哦，这是立法院的权利哦。然后到院会你读完了以后，对不起，我依据你通过的特别条例，我还要再编一次特别条例来。特别条例是行政院院长率相关部会首长报告筹编过程并备询以后再复委，然后委员会又开始审预算来一次。其实它不是没有询问的空间哦。如果一直说没有说明啊等等啊，其实坦白说一句话，立委大家都知道审查过程，你一直来讲没有说明没有什么的时候，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那个就叫借口，好，就是要打。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立法院来讲，一山是，要修宪吗？对，修宪真的会修宪吗？不是，翁小玲是委员，是真的要提修宪吗？对，该做的事情不做嘛，1/2可以倒阁的不提，去提2/3的弹劾案。那修宪要多少人？3/4。你们该做的事情，你们说真的哦，程序委员会不是太上立法院哦。报告，宪法里面也有罢免总统，也是2/3。对啊。你们都不提。你都不会过的，你们拼命提；那会过的，说真的，你们要砍多少？1.25兆，你要砍到剩下2500亿，也是立法院你们1/2可以过的。他们给他躺在程序委员会外面，程序委员会不是太上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基本上面基本上不能做实质审查的什么地方可以做实质审查？委员会才能做实质审查嘛。
所以刚才讲的那一堆说什么只有6页，只有什么项目花不完，那项目到底是哪些项目不重要。那个东西是程序委员会送到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去做实质审查的时候，你要求什么，人家都会答应你嘛。你程序委员会你们过半，其他委员会也过半啊。我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国防委员，我一定抗议啊。徐小新站出来抗议啦。为什么徐小新你不能开会，不能去审查？为什么让翁小玲挡掉你的权益？不是吗？徐小玲应该站出来骂翁小玲才对啊。你挡掉所有的委员的权益，不是吗？这些委员的权益，我刚才都讲的，你讲的对的啊，不能只有6页啊，下面要出来啊，钱不能花完啊，这些都是对的，进委员会去审查嘛，一样。黄国昌，你剩下30天了，你可以表现的就是这时候，你剩下30天的时间，这个你对于国防的意见，你叫你们林国成不要挡你的权益啦，你想要面对赖清德直球对决。叫赖清德来报告，赶快送进去程序委员会过关，送进去委员会里面，然后不要一问一答，你可以统问统答，你还是可以站在赖清德面前质问他。虽然不能一问一答，你可以在那边下面吼，赖清德一定听得到，你吼得那么大声，对不对？你是要30天呢，不要再浪费林国成，不要再浪费你们民众党这8席的权益了啊！你们只剩下这30天的时间，可以去审1.25兆的条例，结果呢？不是啊，你们配合着国民党这边乱搞啊，那边挡预算啊？为什么？林国成，你为什么要挡预算？为什么要挡在那边，不让国防外交委员会去受实质审查？这也是民众党你们要去对所有人去解释的问题，他们也不要，他们一样2/3要弹劾赖清德，他们现在甚至要去告赖清德，说什么造谣？为什么要告赖清德？因为郑丽文，因为赖清德讲了说郑丽文拥抱在野党，拥抱所谓的习近平嘛，讲白一点都在讲郑丽文啊。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只能讲郑丽文，没有讲到我黄国昌？我的春沙子刚刚你赖清德跟我吵啊，所以才去告了赖清德嘛。不理他还有谁？还有柯文哲也不理他啦。造势场合啊，郑丽文跟柯文哲都不理他。新北黄国昌我来。台湾柯文哲我顾啊，开玩笑，什么意思？只是在新北了，意思就是说你是柯文哲的一部分啊，新北是台湾的一部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新北绝对是台湾的一部分啊，所以黄国昌只是柯文哲的一部分啊。台湾民众党党主席不是叫黄国昌啊，因为有台湾2个字啊，不叫新北民众党啊。台湾民众党的实质党主席是柯文哲啊，因为台湾我柯文哲来顾啊，党主席我来顾啊，你黄国昌去选新北，他连要选新北嘛无啊？为什么？宣布这场晚会办完第一天，郑丽文马上打脸说我们要征召李四川，蓝白合破局，你这样了，连郑丽文都不会插鼻啊啦！你看柯文哲不理他，赖清德不用说，然后郑丽文也不理他。他今天多可怜啊！说我要做 YouTuber 啊，他要做直播，还好他的馆长现在在中国发展的不错，直播带货很不错。虽然不能讲政治，不能讲脏话啊，不过那个直播带货的量啊，数量都很惊人呐。所以啊，黄国昌劝你，如果你继续这样搞下去，你就跟你的好兄弟馆长去中国那边直播带货了。所以啊，黄国昌劝你，如果你继续这样搞下去，你就跟你的好兄弟馆长去中国那边直播带话了。喂，像刚刚讲修宪啊这些，翁小玲委员要提的这些，因为大家看宪法，就所有的要提修宪那个门槛非常高。那你会看到，包括绿营的有很多人就一直在调侃讲说，为什么不去做倒戈？那你们做得到的事，那就只叫羞辱赖清德吗？弹劾那个也要2/3。类似像这些，对蓝营来讲的话，未来面对到这些，当然说弹劾赖清德之后，已经在立法院，那已经1/2啊提案嘛，提案以后，接下来，然后明年5月19要投票，蓝营现在就在做这一块吗？那这一块，包括你说翁小玲委员提一个修宪，那对所有蓝营的人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的事情？新北这一仗，郑主席是说快了哈。
所以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讲说，现在的莱茵都在，连现在川博，你问他，那征召你会不会出来？川博都不好跟你表态，他都只能说谢谢。他本来其实川博都已经讲到，其实就已经告诉你要愿意承担或者什么了，现在连川博都不好直接跳出来讲了。我先讲哦，我小时候念这个倒阁啦、弹劾啦、罢免，我都以为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我都以为是那个制度放那边，我有之年不会遇到的事情哦。那回到现在哦，的确就是按照现在民进党一直在说啊，国民党就倒阁嘛，倒阁之后重选嘛，这些倒阁变成一个很容易的选项。那当然国民党我们也提弹劾没有错啊，因为面对倒阁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就知道最大的行政权，虽然宪法规定的首长叫做最高行政长叫做行政院院长，但实质上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总统，拥有很大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制度哦。所以当然我们提弹劾哦。那现在翁小玲委员提这个修宪之后，让人民直接罢免哦。当然这个是他个人的意见哦，但我回到一个根本哦，就是我觉得小时候打不到这东西，倒阁、罢免这些东西都已经是社会现在的确很纷乱的。蓝绿都有提蓝绿希望我们倒阁，蓝我们停弹劾哦。那你现在再进到一个总统罢免，或许很多蓝营支持者会说，没错啊，我们现在立法院就我们不是没办法提供门槛，我们就诉诸民意啊。我不认为一般大多数民众希望国家变成这样子，或许各自蓝绿支持者都觉得很气愤啊，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但你回到，如果真的有一天走到了，假设这里修宪过，走到民众可以提倒阁，那当然每一天提罢免总统，那当然每一天只要哪一个政党总统选上之后，另外的阵营就开始酝酿开始提。我不觉得这是大家希望的一个这样子，所以当然我觉得毕竟我们国民党我觉得党团部分包含党中央对于现在的策略还是要讲清楚一些，那包含是不是真的要按照翁小玲委员这样走，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不乐见哦。那回到新北市的部分哦，郑丽文其实讲得很清楚啊，他虽然要讲快的哈，说啊要明年征召川博啊，我个人的想法认为他的征召当然是指征召最强的人，为什么要征召？因为民进党苏巧慧跑多久？我连在我台北市的场合都遇到苏巧慧助理，他只要有新北市的民众来这边，他就会来参加。那黄国昌这一场这个台湾柯文哲我顾嘛，对不对？对。然后新北黄国昌我来嘛，对不对？看起来柯文哲跟黄国昌也没什么矛盾的问题嘛。那民众党开始起跑，回到国民党我们当然急啊。国民党支持者会觉得说，哦，你们老神在在哦。还不提候选人哦，然后赶快提吧。所以我们自己蓝营在新北市支持有这个急迫感。所以郑丽文他讲的所谓的这个明年所谓的征召李四川川博的，我觉得逻辑上是在于，不管是李四川或刘荷兰他其实按照国民党的立场，我们就是要征召最强的。目前对外看起来的民调，的确川博的民调比较领先嘛，所以他征召李四川。那如果反之亦然，刘荷兰民调是第一名的话，他到最后当然是征召刘荷兰，所以不是真的单纯独后川博。那我觉得时间点大家都在什么时候？议会的会期大概1月中临时会开完，当这样子议会结束会期，然后市政告一段落的时候，我认为不管是李四川或者是刘荷兰，因为他还是新北市副市长，他们才是一个比较好转进的时间点。而且我希望在农历年前赶快定于一尊国民党候选人，然后最后回来1、3个蓝白还没破局啦。李四川或者刘荷兰被征召出来之后，还是要去跟所谓黄国昌。那黄国昌怎么办？新北黄国昌，我们来个君子之争嘛。新北黄国昌来，然后还骂侯友宜的营养午餐没有热的，有起床，没有。对，要不要跟侯友宜先？不是，这一轮是不是应该跟侯友宜要先聊一下？不是，我后来去看了，就是被端上举例说那个什么，对啊，吃热的午餐，好像新北市都吃冷的，没有了。还有黄国昌意思好像指新北市是。他要用什么？学校都有类似什么中央厨房之类，我不是很肯定啊。我不是新北市议员，我不知道啊。但我确定知道新北市营养午餐应该是热的吧？当然，这毋庸置疑吧。吃冷的话早就被那个客诉到1998被打爆，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还农历年后开始进行蓝白整合，赶快定于一尊是最重要的。但主持人看起来柯文哲跟黄国昌之间，然后包括那个造势嘛，柯文哲是雄心勃勃，因为台湾我顾，是指2028吗？当然，那过程当中，然后包括大家讲说，对柯文哲，如果柯文哲这一局的话，是代表黄国昌要一路走到底吗？刚才委员要一直强调蓝白合没有破局哦。那伯恩、一善不要开心，蓝白合没有破局哦。那他们还是有协调机制的哦。蓝白合有没有破局，在黄国昌这一局我不知道了。但是在2028这一局看起来是已经破局了。台湾我顾啊。
新北的造势场合跟你讲台湾我顾，而且柯文哲想要再战2028，这个我想众人都知哦。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就这么明确的做这样的动作，我觉得2点因素。第一个是告诉黄国昌接下来2月1号。如果顺利你立委卸职，就好好选新北新北怎么选，怎么跟国民党协调那再说。但是你新北好选，重点是后面这个，后面2月1号之后，整个台湾我来花，我来顾，那是我的事情了，我要付出了。所以，与其你说这个真的是单纯的黄国昌造市场。我觉得柯文哲某种程度把他主导权拿到手上来了，那我不晓得郑丽文的紧张仅止于紧张于这个新北是不是赶快征召川博而已，还是会不会紧张到2028说柯文哲如果说要我顾怎么办？我觉得蓝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合或不合，破局不破局，是在于没有游戏规则，而且是没有互相的信任的游戏规则。基本上从2024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那一次之后，我觉得那个游戏规则就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未来还是会是这个样子。在黄国昌的或在应该讲在白营跟蓝营的新北这一局上面，目前看不到有整合的规则出现。那更不用讲那个台湾我顾的2028，这是一个情况。而且看起来柯文哲出这个重出江湖的起手式，不只是在这个。对于新北上面，或者是对蓝白之间的竞合上面，他现在你看，他也在他的官司上面想要去做切割。同一个场合，你看他怎么讲那个端木正的？他跟你讲说后来在脸书上面讲了，说这个怎么讲端木正的我们的账就给一个会计，我们就请一个会计师来，谁知道会计师会这样自己做账？我觉得一般人正常人的认知就是，会计师不会为了那一点点钱。去帮你做这个账嘛？而且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账没有问题，他不需要做账。所以源头是民众党的账，看起来是都不拢的，所以才有需要做账这件事情嘛。第二个是一般的会计师，即便有这个问题，他不会主动做这个东西，都很合理啊。因为会计师年薪是100万、1000万在算的，我为了做这个账，后面万一要直效吊销，像现在端木正的状况，得不偿失啊。为了做这个账，后面万一要直效吊销，像现在端木正的状况，得不偿失啊。所以你基于这2点，你会看到柯文哲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切割过往、切割一些错误、切割一些争议的动作，这柯文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是最新的受害者是端木正。那所以你会看起来说，这个柯文哲是蓄势待发，所以我觉得。今天12月30号嘛，我觉得过这个2026之后，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全新的柯文哲。一方面火力全开，压迫蓝白，看要怎么合作；二方面他可能会利用他这个官司，重新形塑出一个这个受压迫者柯文哲要回来顾台湾那样子的一个形象。OK， 今天12月30，明天跨年，我总预算的。总预算到现在都还没审，连副委都没有，然后我们已经要喊跨年，然后明年的那个总预算如果没有审的话，第一个那个 T-Pass 到第3个月就马上财务出现问题，然后本来我们明年就是要加码生育津贴10万，就生育津贴10万，那新兴项目也变成挡住，云嘉南的治水，云嘉南那个治水每一年你看我们都顾得好好的，每一年的就明年云嘉南治水也出现问题。所以一大堆的问题到现在他也都没有复委，然后结果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在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这个谁要和谁谁要配谁，讲的都是这些东西。但他们关心弹劾他们5月19号要弹劾赖清德。那个蓝白合虽然是他们的家务事，可是我可以因为新北嘛略尽一点那个我绵薄的这个善意给他们一点善意的建议。我说那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蓝白很难。什么根本问题？因为民众党要的就不是市长嘛，民众党我跟你以为民众党犯傻了？不会，民众党聪明得很。民众党怎么可能说我真的要跟你抢新北市市长？国民党也不可能傻到说我新北市市长400万人口我让给你，怎么可能？新北市市长从来不是民众党的标的，而是新北市的议员呐。小党民众党要能够生存，新北市如果假设
你看那个他现在新北市就有一位陈世轩啊，就有一位陈世轩啊。他如果要壮大，好歹这次你看之前民众党声势正高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要1000多个这个议员下去，有没有 ？N+1。你今天新北市假设66席的议员，假设你在里面连个3席，好，连个党团都没办法筹组，你民众党就销声匿迹的啊！你以后谁跟你谈什么蓝白合？所以我现在问的是，你民众党跟国民党要谈蓝白合，你国民党到底要让几席给民众党嘛？这就最现实的。如果连这个都谈不成，请问怎么谈蓝白合？好，那我在讲，我最近看到那个侯友宜，他其实沉寂了一阵子，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刚好总预算议会总咨询也过去了哈，然后突然跳出来，这2天突然他跳出来，而且是主动哦。为了什么？原来是曾丽文一席话把他逼出来。曾丽文说：“我就是要征召李四川。”开玩笑，你是把刘和然当什么？刘和然是我的子弟兵嫡系子弟兵。你不要说谁在新北市跑了几年，刘和然跑了8年了，对不对？结果他一生都没有管。刘和然为了这次的新北市长这个选举，还去弄了什么许光汉，有没有？弄个许光汉造型，新北许光汉，对不对？还去 settle 开玩笑，你一声不响你就说我要征召李四川，所以我是觉得说，我现在看蓝白合，就是说，当然这个他们的交涉我都祝福，但是我认为这个蓝白合基本上在新北市恐怕是困难重重。OK， 那委员总预算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总预算当然这个因为赖总统之前讲话说年底前宪法规定要审，那当然其实那客观数据去看，民进党执政过去这几年其实也有7次是超过12月底，那我觉得这个是小细节，不是很重要。那回到像总预算，蓝白像卡住预算，其实通常在野党去卡预算，很大原因来自于有一些法案希望执政党能支持跟通过所以包含今天罗志强其实有提出来3个法案嘛，包含军人加薪、警消退休保障跟情感年金等等。那要不要去做这样子一个交换跟过关，我觉得是可以谈到。那但是回到这个总预算，假设我们退万不言，真的太僵局了，都过不了的话，都没有通过的话，其实因为以前曾经应该是阿扁时代的时候，也的确发生过超销野大的事情所以有经过2次修法。那第一次他大概就讲说，就是延续性支出可以何时动支包含军人加薪、警消退休保障跟情感年金等等。那要不要去做这样子一个交换跟过关，我觉得是可以谈到。那但是回到这个总预算，假设我们退万不言，真的太僵局了，都过不了的话，都没有通过的话，其实因为以前曾经应该是阿扁时代的时候，也的确发生过超销野大的事情所以有经过2次修法。那第一次他大概就讲说，就是延续性支出可以何时动支那后来其实针对刚刚伯文哥讲到，不管 T-Pass 或者是刚刚讲的类似生儿补助的那个津贴的部分，如果是新增的或新兴动支的预算的话，当然它可以另外拉出来让立法院去同意。那我也必须说，这会比较复杂了，因为就是变成说，你每一个新鲜觉得重要的事情，或对社会福利有帮助的事情，你要另外拉出来，额外去审核。当然，对于直接预算过来说，直接预算过是最清楚的。那我认为现在的确还在一个沟通期，但是因为现在的确还没有复委，复委还会花一些时间去做这个审查。那时间上到底能不能在1月底去做审查完我其实都觉得需要加紧进度才有办法审查完那如果要客观讲，上公可不可以很简单告诉我，如果真的到1月底，因为就算到1月底，那审的时间其实也是蛮仓促的。可是如果到1月底真的还没有过，到底对哪一边会比较不利？老百姓到底会怎么怪？第一个就是说，影响人民的成分多高？其实影响2党，人民不会太 care。因为最简单的，你要影响到我。对。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预算过不过，并没有叫我从口袋拿钱。预算过不过，我口袋里面本来可以放钱，结果没有。那一群人，反的一定是不让预算通过的。你比如说，对他会怪谁 ？T-Pass 的问题，他不怪你们，要怪谁？新增计划不能动。如果他是旧计划，还可以动以114年的执行数动支嘛？他不是啊，他新增计划他不能动。那怪谁？他一定怪国民党。那谁倒霉？蒋万安。
因为用这一个人最多的大概就是北北基桃嘛，尤其台北多嘛，蒋万安一定要倒霉啊，他要去背国民党的账嘛 ，OK， 然后现在正在怀孕的怪谁？原本可以拿10万拿不到，怪谁？怪国民党啊，是你们党的预算啊，就一路下来嘛。但是相对的，国民党挡下去，谁会嗨？军公教嘛，但重点是啊，军公教本来大部分就蓝营的票，并没有增加你是把另外一批无蓝不知蓝绿色彩的，就拿 T-Pass 的通勤组，你怎么知道他哪里是蓝，谁是绿？结果你一竿子全部得罪。怀孕不会只有绿的才怀孕，蓝的不怀孕嘛？不是男生女生哦，我是说支持绿营的女性跟支持蓝营的女性，不会只有支持绿营的女性怀孕吧？当然，当然，对啊，那谁倒霉？那还是会怪蓝的嘛。但你说这一仗短期效应会看不太出来。OK， 但是你隔了到明年3月，那个效应就会相对比较明确一点，因为 T-Pass 3个月结账一次，3个月支付一次，其实那个效应逐渐出来。长期看，其实对蓝的反而可能会比较有伤害。在未来，刚才说桃园这些跟所有的民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那对于你国内朝野来讲的话，未来要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老共军演，那到今天晚上结束，那整个军演的过程。对于国内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那当然，大家会看到，除了在军事上以外，大家更在乎是在政治攻防上面，未来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希望我们见面，拜拜。